会玩哦。完蛋了我。嗨，各位好，我是卢卡斯，欢迎来到新闻报报看，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哈。以下的3样东西，哪一样是不存在于马来西亚的 ？A. 优秀的 YouTuber，B. 同性恋群体，还是 C. 有理想、有知识、有抱负的00后？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前旅游部长是怎么说的吧。在一次国际大会上面，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同性恋群体的时候，他竟然回答 ：“Gays, no such thing in our country。”没有的，马来西亚没有的。哇，各位有没有搞错啊？3000万人口里面竟然没有 gay， 实在是有够笨的。因为真正答案应该是 C 吗？00后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是那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学生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有能力了。OK， 开玩笑的。OK，00后别生气，因为今天要讨论的主角根本不是你 ，get away。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马来西亚的 LGBT 群体。是的，各位，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你身边可能会有，又或者是你自己也是的 LGBT 性少数群体。在大马呢，同性恋其实并不犯法，但是如果你情到浓时，突然间想要啪，那变成同性交就会是犯法的哦。根据刑事法典的377A 条文啊，在大马口交和肛交其实都是犯法的。哪怕你们双方自愿，但是一旦罪成，最高监禁还是20年，甚至有可能有鞭刑。完蛋了我。但是当然哈，如果你喜欢钻法律的漏洞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同性恋还有很多知识可以做的，比方说耳交啊、乳交啊、肚子交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哈，这个时候盲点就来了哈，就是在房间内做这种事情，警察不可能会抓到你的吗？不可能会看到的吗？对不对啊？所以呢，他通常只会是枕边的那个人，就是跟你做这件事情的人自愿的去举报你。可是他为什么会举报你呢？大概就是因为你的技术不够好。那除了性交之外呢，在我国同性恋也是不能够结婚的。根据《婚姻与离婚法》的第69条呢，其实只有男生跟女生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结为夫妻而已。等一下，为什么是69条呢？会玩哦。所以在我国，同性恋群体就只能够做一个 housemate， 或是做一个 roommate 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做爱非常的佛系。我觉得这个时候都不应该叫他情侣，应该叫他僧侣才对。虽然在1990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册当中除名出去了，但是在大马呢，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这种态度其实还是我们政府的官方态度。LGBT 相关人物不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电视版面里面，不能够成为军人，也必须在宽恕中死去。Sheikh Sadi 的这个新闻官努曼也因为他的性取向而自动辞职，而 Sheikh Sadi 好像没有挽留这样。然后穆斯林组织呢还不断要求政府要去吊销微软的执照，为什么？因为他们公开挺同性恋。应该是 Apple 派来的啦。IKEA 呢之前也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彩虹包包，就是为了要挺同性恋。然后有很多马来网民就不爽，就要去反对抵制 IKEA 可是呢，其实那个包包根本没有在马来西亚卖，而且呢，我最近才去 IKEA， 还是很多人的。LGBT 议题更是少数可以直接让朝野都全部同意的议题，无论是巫统的纳吉还是以前土团党现在是斗士长的马哈迪还是说公正党的旺杰和安华，其实都是反对 LGBT 团体的。等一下，安华有什么资格？所以如果我们要反对加萨的拨款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提出把这个拨款拿去矫正 LGBT， 肯定所有人都同意的。那问题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大家这么害怕跟恐惧 LGBT 呢？我们今天就要从3个方向一起来研究这个议题。第一个原因，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 ，LGBT 的存在其实是会破坏我们自我认同感的。波兰的社会心理学家呢 Henry 他就指出，人是一种极度需要稳定的自我认同的生物。
你的宗教啊、你的肤色啊、你的出身啊、你的年龄啊，其实都可以成为你的自我认同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常常都以作为90后而感到自豪啊，这个就是一个认同感。那同样的性别也是哈，比方说我作为一个男生，然后我就会觉得男生就应该是阳刚，跟我一样很 man 的啊，这种呢就是以性别作为一种自我认同感的态度了。尤其是呢，当我们这个社会啊，大部分时间除了近200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男生出去打猎，女生呢在家里面啊守家里，然后照顾 baby，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很刻板的自我认同，叫做男生一定要刚强，女生一定要阴柔。而这件事情呢，一旦有人想要去挑战它，就肯定会有人觉得，好像也挑战到了我自己一样。所以很多心理学家就会讲，很多人讨厌同性恋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太过于把自己跟同性恋囊括成一个群体了，叫做男性的群体。然后他一旦看到这个男性的群体被改变，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舒服。但其实在这里要解决这种厌恶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要认清你和那个同性恋其实不一定是属于同一个群体。虽然你们都是男生，但你是你，他是他。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和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了解这点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说他在挑战你的自我认同。其次呢，反对 LGBT 的人也常常挂在嘴边，那就是 LGBT 是一种破坏传统婚姻观，是一种不自然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就犯了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自然 nature 的状态的，但谁可以定义什么叫做自然呢？就好像婚姻的自然状态本来就是多变的哈。以前呢是一夫多妻，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是为了要服务于这个国家的稳定，所以才存在。来到现在呢，婚姻是为了服务个人的幸福感而存在的。2个人在一起就是为了要白头到老，你侬我侬，甚至是为了要减免税务。等一下，为什么要逼掉这一段？减免税务也是个人幸福来的吗？所以呢，婚姻状态啊，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然状态可言。所以你不要再那么纠结什么叫做真正的婚姻或者是自然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呢，反同人士也会有第2层的攻击，叫做LGBT 和那些 prank 的 YouTuber 一样，都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OK， 我赞同 prank YouTuber 不利于啦，但是呢，LGBT 到底有没有利于孩子成长？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吧。哥伦比亚的教授 Mark 他在他的数据跟研究当中就指出，其实呢 LGBT 的孩子跟普通家庭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甚至是他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啊 ，LGBT 群体的孩子在待人处事上面其实会更温柔和细腻，因为呢他们从小就知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只有男和女生结合的这种形态，也有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他们对于人的关系的想象会更加的开放，也因此呢，他们更加不会变成那种排挤别人的人。这就有助于他们挑出各种各样的偏见，有助于他们的人际关系的交往，帮助他们能够去分享包包看的影片。最后呢，我们来谈 LGBT 群体最大的 doubles， 那就是宗教。当然，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伊斯兰教，而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在《可兰经》里面第26章165章节里面就有讲到你们怎么要与众人当中的男生交接，而舍弃主为你们创造的妻子呢？意思就是讲，你怎么可以跟男生玩，而不要跟你的老婆玩呢？我相信公正党的人应该很少看到这篇啊。那么佛教、道教跟基督教有比较好吗？当然也不是，否则的话，你去问你身边的这些长辈，看他们不把你碾死啊哈！我之前叫你们去引用这些宗教反对 LGBT 的经文，哇，结果你就这样写一句啊，哇，偷懒啊！不要以为 MCO 我见不到你，我就打不到你啊！我跟你讲。更何况呢，在我国州政府还可以对宗教事务进行修法，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宗教法庭、宗教警察等等。所以呢，在登嘉楼呢，就发生过2名女同性恋被抓去鞭刑的事件。因为爱上一个人就要被鞭打，这种感觉你可以想象吗？可以，因为你看过《50 Shades of Grey》。
除此之外呢，跨性别群体也是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必须呢被抓进去重新接受矫正跟治疗，让他们恢复男儿身。但难道宗教就是一成不变的吗？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呢，在上一个月接受一个纪录片的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啊，同性恋其实也是神的儿子，他们有权利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但是即便如此呢，方济各这番言论依然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否认以及不理解。伊斯兰世界那就更不用说了哈，一直到新闻报报看的市值超越阿里巴巴为止，我觉得伊斯兰世界可能都很难有改变跟进展。所以同性恋如果作为一个穆斯林的身份的话，他是永远活在一个矛盾与恐惧与自卑当中。这种感觉，我相信只有00后可以想象。最后呢，总结一下，在马来西亚呢 ，LGBT 的数量啊，就跟要求新闻报报看上马来字幕的人数是一样多的。但是支持以及敢为 LGBT 群体发声的人的数量呢，就跟自愿意帮我们翻译的人一样很少。也因此呢，不利于 LGBT 的文化教育制度乃至于政策都已经根深蒂固于马来西亚，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方法。但是更可怕的是，连我们都想不到一个政策能够去改变它。但我知道，我在这里一定要呼吁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他们，你可以不成为他们，但请别阻止他们追求自己生活的那一份权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此视频给你身边更多的人看，让他们也意识到这一份小小的尊重，好吗？我也是相信听着张惠妹的《彩虹》就能够看见彩虹的卢卡斯。等一下，我根本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写手讲这样子讲会比较感动。那我听过啦。我也是相信听着张惠妹的《彩虹》就能够看见彩虹的卢卡斯。记得按赞我们的视频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有闲钱的话，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Grey ，50 Shades of Grey。因为爱上一个人，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讲真的很难。当然还有，因为爱上一个人，哇！